近期，重庆燃气公司因换表增费事件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质疑。数据显示，在2023年第四季度，重庆燃气公司的净利润同比暴增824%，这与大量居民反映燃气费用出现大幅上涨存在高度关联。这起事件的背后折射出一个更为广泛的问题：水电气等基础民生服务行业的盈利模式正在发生悄然变化。随着房地产行业陷入寒冬，这些原本依赖财政补贴维持的垄断行业被迫转向自救，通过各种手段捞油水来维持自己的利润水平。房地产寒冬下的可血之举。过去几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中一直存在这样一种模式：房地产行业的繁荣为地方政府和相关公共服务行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通过住房贷款等方式，大部分老百姓为房地产行业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让开发商得以疯狂拿地兴建房屋。这些地产公司所缴纳的各种税费，再加上土地出让金，最终汇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敛财来源。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也会将部分财政收入用于补贴水电气等公共服务行业，维持其低廉的服务价格，使居民生活成本相对可控。但随着房地产行业进入寒冬期，这一模式正在发生巨变。数据显示，2023年第一季度，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下降约34%，部分3、4线城市更是下滑超过65%。这意味着地方政府的钱袋子正在渐渐缩小，财政预算也在逐步收紧。在这种情况下，原本依赖地方财政补贴维持的水电气等行业，正被迫寻求新的盈利模式。他们开始利用自身作为垄断性公用事业的优势，通过各种手段捞油水，以弥补财政补贴的缺失。而重庆燃气公司换表增费的做法，无疑就是这种可血行为的一个缩影。重庆燃气公司的暴利时代。根据重庆燃气公司2023年前3季度的财报数据，其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14.72% 和下降 27.5%。这个情况在2023年第四季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环比上涨约 105% 和 824%。这一业绩的急剧反弹，高度吻合了重庆居民大规模更换燃气表后普遍反映的燃气费翻倍情况。也就是说，仅仅通过更换燃气表这一措施，重庆燃气公司就实现了利润的暴涨。这充分说明这家公司正在通过各种方式来榨取老百姓的钱袋子。而在这背后，或许还隐藏着更多猫腻。有分析认为，燃气公司可能会通过人为调整燃气浓度或气压等手段来推动燃气表的快速运转，从而达到收割老百姓的目的。不仅如此，还有网友反映，自家长期无人居住的房子，每月也产生了数百元甚至上千元的燃气费用。这显然也与正常使用情况严重不符。这说明燃气公司可能存在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如故意操纵燃气表、虚增用气量等，从而实现了利润的急速增长。重庆燃气公司的这种做法已经完全失去了公共服务的属性，反而成为了一个血吸虫般的存在，肆意掠夺老百姓的钱财。重庆燃气公司并非个案，水电气价格的普遍上涨也正在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沉重的负担。从广州的自来水价格改革，到各地电网输配电价的调整，再到不同程度的燃气价格上涨，这些基础公共服务行业的价格普遍呈现上涨趋势。伴随着财政收入的剧烈萎缩，老百姓的水电气价格大幅上升已是必然结果。但是像重庆燃气公司这样直接将燃气表的转速提高3倍的骚操作，还是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力极限。这种做法确实可以用粗糙2字来形容。在2024年的今天，这简直就像是上世纪90年代的老套路重演。令人不解的是，重庆政府居然毫不掩饰地承认了这一点，
却只是简单的退款，并未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任何追责。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无疑会让老百姓感到更加愤怒和无助。事实上，重庆燃气公司的做法无疑是对老百姓的公然抢劫，而这种行为恰恰也体现了中国目前垄断性公用事业的普遍问题。而随着房地产行业的深度调整，这些国企已经借此开始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掠夺。一方面，他们借助价格上涨的名义，大幅提升自身的利润水平；另一方面，他们还通过各种手段人为地操纵用量数据，进一步加大了对老百姓的剥削力度。可以说，中国国企的这种做法正在逐步蚕食着老百姓的生存空间，让他们的生活日益艰难。更让人不安的是，这种垄断格局在短期内似乎难以根本性的改变。因为对于当权者而言，这些国企不仅是维护其政治统治的重要支柱，也是其经济发展战略的关键支点。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当权者全面打破这些国企的垄断地位，显然是一个不太现实的诉求。除了中国国企的肆意榨取，更让老百姓感到愤怒和无助的，还在于地方政府对此的漠视态度。以重庆燃气公司换表增费事件为例，当地政府虽然最终承认了存在问题，但除了简单的退款外，竟然没有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任何追究。这无疑让人觉得，当地政府对老百姓的合法权益保护只是一种表面文章。而在其他类似的事件中，当地政府的反应也大多如此。他们要么以自查自纠为由敷衍了事，要么就是动辄打压舆论，企图掩盖事实真相。这种做法无疑加剧了老百姓对政府和国企的怨恨情绪。这种做法无疑是在背离人民至上的根本宗旨，也正在加剧老百姓对政权的不信任情绪。有媒体直指国企抢钱的行为，称之为五大小偷，包括水、电、燃气、网络和交通。他们指出，这些垄断性公共服务企业正在通过各种手段肆意剥削老百姓，使得基本生活成本不断攀升。另一名自媒体人也表示，上海的自来水价格已经上涨20%到52%，下一步就是电价、通讯及网络费的上调，甚至还包括火车和地铁票价的上调。他预测，中国将迎来一个基础物价通胀期。而这背后的根源，正是地方政府默许和纵容这些国企肆意榨取老百姓的利益。以水电气为代表的公用事业，本应该是服务于老百姓的民生基础，但在现实中，他们却成为了他们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以及地方政府填补财政窟窿的提款机。